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的 Growth Journal，我是 Ariel。我的评论区最近经常出现这种留言：500万美金没有孩子，可以去东南亚躺平，完全没问题。或者是这种，其实在吉隆坡按摩是最便宜的，2小时85马币，也就是20块美金之内。这是真的吗？马来西亚早退休到底有多便宜？我今天就来解答大家的好奇：马来西亚舒舒服服40岁退休到底需要多少钱？真的需要500万美金吗？我们这集就来展开聊聊。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东马来西亚和西马来西亚的对比。他们虽然都是同一个国家，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西马这个区域也叫马来半岛，是马来西亚的核心地带，这边跟泰国相连。像吉隆坡这种大城市就在西马。西马的主要城市有吉隆坡、槟城、新山、兰卡威这些。西马的特点是基础设施好，外国人比较多，生活方便，还有兰卡威有部分的免税 shopping。根据我的调查，适合在西马退休的人群是喜欢城市便利的，可以住在吉隆坡或者是槟城。如果想要低点消费，但是基础设施不错，可以看一看马六甲或者是怡保。如果喜欢海边还有免税的那种海岛生活，可以看一看兰卡威。东马是在婆罗洲岛的北部，是跟印尼和文莱连着，主要包括2个州，一个是沙巴，还有一个是沙拉越。东马来西亚的特点就是大自然更多一些，还有生活成本比较低。那边的一些主要城市包括雅比、古今、山打根。因为马来西亚选择还挺多的，所以我打算分成上下集。这一集我就主要聊聊西马，下集再聊聊东马。在西马，我选择了几个城市适合我的需求，早退休生活。我先讲一下我的需求，这样子能够让你更 understand 为什么我的选择是这样子。我的需求还是蛮简单的，就是有好吃的亚洲食物，有咖啡厅，有书馆，最好是 doggy friendly， 就喜欢宠物的，还有就是大自然，有海有山，可以徒步的那种。在西马，根据我的这些需求，我挑出来了3个城市。第一个是吉隆坡，第2个就是槟城，第3个是兰卡威。但是我又更细的调查以后，决定就只看吉隆坡，因为考虑槟城和兰卡威，主要是他们靠海嘛，有漂亮的海滩。但是我又查了东马的海滩以后，就觉得如果我真的想要有那么漂亮的海边城市体验，那我还是去东马住吧。不知道我这么说会不会让一些人不高兴，因为根据我上次采访我的好朋友阿棉，他就住在东马，采访他一个视频上来以后，有一些人跟我 comment 说，其实东马和西马住的人是有一点点两边不对付的。真的有这个情况吗？你们留言告诉我。Anyway， 扯远了，我们说回住在西马，我选择的吉隆坡。为什么？有什么好处？每个月花多少钱？租金、房价、投资全部都会聊。Also, I need to get this out of the way. 我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个条件里面是有海，但是吉隆坡是一个大城市嘛，想要漂亮的那种潜水啊，还有海里面的 activity， 应该是不能在吉隆坡本身可以做到。在吉隆坡附近开车1小时到1个半小时，其实是有这个 option 的。比如我这个观众的留言跟我说，离吉隆坡开车1个小时有一个小镇叫做 Sepang Gold Coast， 也是另一类选择，可以看海边的日落。或者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Port Dickson， 其实跟这个观众留言的 Sepang Gold Coast 他们是很近的，也就是离吉隆坡开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的。虽然这边也不是那种非常 beautiful 可以潜水的地方，因为海底的 visibility is kind of low， 它还是可以给你那种 quick ocean fix， 就是如果你想要看海边experience 海的那种感觉，你还是可以去这边，然后那边有漂亮的 resort， 你可以就住在海边一两天，来让你舒服一下那种想念海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因为我是住在北加州的，虽然北加这边的海你进不去，因为太冷，但是你看一下还是会有那种非常治愈、身心放松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海边还是很重要的。OK，anyway， 那我们说回吉隆坡本身。我给这个视频写稿子做调查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去吉隆坡最起码旅居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查到了好多我想要去玩、去吃、去逛的地方。我跟你们一个一个说啊。咱们先说吉隆坡优点。第一，它就是很国际化，它有很多 expat， 就是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它是马来西亚最国际化的城市。那边住的人有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还有中国的，还有中东的，很多外国的人搬去吉隆坡住。这些外国人他们主要住在几个吉隆坡的 community， 一个是 Bangsar， 还有 Mont Kiara，还有 Damansara Heights 这些区域，
这边的社交圈很丰富，考虑长期居住的话，这边还有高等的医疗和国际学校。第二个优点，亚洲美食天堂，对于我一个吃货来说，真的太有必要了。我跟你们说，我查到的几个比较火热的地方，街头小摊，这个叫做刺场街，而且吃的价钱也不贵。一会儿我们聊每个月开销的时候再聊吃的花费。第三个优点，购物还有咖啡文化、书馆文化，就是让我非常 chillax 的一些生活趣事。比如说我查到了一个巨型网红书店叫 Book Access， 我借用一下这个作者的帖子，这个书店就在刺场街附近的苏丹街上，是去大马一定要去看看的书店，置身其中，每个角落都展现了设计师对书店细节的研究，过道、书架、摆台还有书墙相得益彰，构建出一个充满文艺气息和想象灵感平行的空间，不愧是吉隆坡的文青打卡圣地。晚上如果想要小资一下，还可以去一个复古酒吧叫 PS150，这个地方是一个那种隐藏式的，它的 entrance 你几乎快要找不到，我是看这个图指到那个入口才找到 entrance 的。我本人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但是我觉得偶尔去调一下气氛，跟朋友聊聊天，再加上一点点小酒的那种加持，还是挺放松开心的一个时光。这个我也是借用了一个帖子，我都会留这个 credit 在这边 in case 你想要去 check out 这个帖子本身。这个酒吧从入口到内的装潢都是走复古怀旧路线，很有年代感。进到里面的吧台，整个气氛就不同了，柜台很多酒适合打卡拍照，灯光摆设和装潢都很有氛围感。吃吃喝喝逛逛玩玩以后，还要看一下购物的选择。吉隆坡有一个大的 shopping center 叫 Pavilion， 这边是卖奢侈品居多。我现在虽然不怎么买奢侈品了，但是偶尔逛一逛还是心情愉悦的。另外一个吉隆坡逛街的地方是比较适合小众商品，是吉隆坡 Bangsar 的 APW， 它是个缩写，它的全名叫做 A Place Where， 是个隐藏在住宅区内的多功能户外活动空间。这边有不同风格的店铺、咖啡馆、餐厅，有时候也会举办一些快闪市集啊、现场表演、私人活动，还有创意聚会。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应该比 Pavilion 更好玩一些，我就喜欢这种比较小众的东西。The Coach Coffee Shop， 呀，就这种比较奇怪的。OK， 说到第四点，吉隆坡适合我的地方就是它的交通方便。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我想要一开始先旅居嘛，我可能不会一直住在马来西亚，我会经常飞去别的地方，所以吉隆坡对我来说，机场是最方便的。它的航班选择是马来西亚最多的。在吉隆坡市内，我也不打算买车。据我调查，那边的地铁 system 就是 LRT 和 MRT 都是挺发达的，包括打车 Grab 也比较便宜。第五个适合我的点就是宠物友好中等，有一些公寓限制养狗，但是我查的想要住的，比如说 Bangsar 还有 TTDI 这些社区就比较宽松，还有很多宠物友好的餐厅，带着我的毛宝宝一起去吃饭，这个就是在美国不能有的 luxury 了。刚刚说的都是吉隆坡适合我的点，它还有几个不适合我的点，比如比较拥挤，太城市化了，我这一点其实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在美国已经住郊区住了快一辈子了，所以我可能会一开始很多 adjustment， 但是我也经常去亚洲旅行啦，所以也不是说没有去住过城市， I know what it means， 但一直那么拥挤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堵，有点累。第二个缺点就是自然景观比较少，刚刚也说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 KL 它是市区是有一个 KL Forest Eco Park， 是城市的雨林步道，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城市化的。再来就是吉隆坡算是生活成本比较高的 in 马来西亚。如果想要便宜点生活，还是要看我下集讲讲东马。咱来聊一聊吉隆坡我选择想要住的地方，说外国人喜欢聚集的几个区 Bangsar 还有 TTDI 还有 Mount Kiara。 Bangsar 是更适合我的需求，刚刚说那个 APW 适合逛的地方，还有就是人少一点，还有咖啡馆书店多一点，都在 Bangsar。 还有一个原因 Bangsar 非常抓我的眼球，是我有一个观众他给我发了一个他的 post， 他是从上海搬去马来西亚住，他就住在吉隆坡，然后给我发了一下 Bangsar 的整个投资还有这个区域为什么好，为什么适合我。我会拿一些他的信息点跟你们介绍 Bangsar 这个地方。这个帖子的作者也是我的观众，他叫 Tony， 他说他一开始找到 Bangsar 是因为他在查 Microsoft 在哪里，
所以他就找到了 Banksar 这个地方。后来他又查到了，不只是 Microsoft 在那边， Google、 AWS、 ByteDance 这些大公司都在那儿。作为一个 ex-tech company 工作过的人，我也是很愿意住在这些公司附近的。这个就代表 Banksar 是一个 mature community。这个地方离 Petronas Twin Tower 大概只有10公里。为什么 Banksar 梦沙是一个好的投资区域呢？ Banksar 一直是吉隆坡的富人区，这边有很多老式的地产，比如说 townhome 洋房，这些几十年都是本地的富豪居住。最近几年 Banksar 也建了一些新的公寓，一会儿我会给你们看几个我选的。公寓的供给仍然相对比较少，比起 KLCC 的情况就完全相反。Tony 认为 KLCC 那边的投资房产并不明智，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房子一定能租出去，竞争太激烈了。未来的5到10年，那边的房产也不知道会不会涨。我本人是没有想要马上买房子了，也没有想要马上办身份。Tony 他是想要办身份的，他想要用那个 MM2H 去 apply 马来西亚身份。这集我没有细聊怎么拿身份，是因为我之前有一集已经细聊过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这里。如果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马来西亚，我最终应该也会用这个方式，但是一开始我想要先住试试，所以我查的是租房价钱。我的租房条件是最起码2个房间，最好是有2个厕所，毕竟我们家2个人住嘛。我查了 Banksar 的租房情况是公寓，还有联排别墅啊 single family home 啊，这些我都查了，一个一个看。我们先从小的公寓开始。最适合我的公寓有一个叫 One Banksar， 它有2房的户型，里面大部分都是有2个洗手间的。这边的 apartment 是2018年以后建的，所以还算是比较新。它的面积大概是850到1000 square foot， 79到93平米。这边的月租每个月是1000到1600 USD， 这个租金我是可以接受的。面积稍微有点小，但是勉强可以接受。我还是来跟你们说说我查的 townhome。Apparently 马来西亚叫 terrace 排屋，我觉得好奇怪的名字，就是 townhome， 在美国叫 townhome。它的月租大概是1500到2500 USD， 就是马币7000到12000。特点是有3到4个房间，通常是有庭院，但是社区比较老。再大一点也是再贵一点的就是半独立式 semi-D， 这个月租是2500到4000美元，也就是12000到18000马币。这种房子呢，隐私会更好，然后装修会更现代化一些。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折中点，因为再下去就是独栋别墅 single family home， 那个在美国虽然很常见，但是在马来西亚好像算属于一种比较 luxury， 月租还挺贵的，4000美元 plus 开始，也就是马币18000以上。这种户型就比较稀有，通常会带泳池或者是花园。Bungalow 这种房子的居住面积会是4000到8000 square foot， 372到743平米。建造年份是比较新，通常是2000年以后建的。之前我们说那几个 semi-D 和 terrace 就比较老了，通常是1980年到2010年建的。这样看下来，我会住那个 bungalow 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它太贵了，而且它太大了，就没有必要的奢侈。觉得我最有可能的还是去住那个公寓。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每月的生活成本。我这些算的生活成本都是 on the higher end， 我要过一个不算是 luxury fire， 但是过得舒舒服服的一个早退休。如果我住那个比较新的公寓，我就算每个月的租金是1600美元，水电网络每个月是120。我说的这些都是美金哈，外卖这个我会蛮多外卖的，所以每个月算900美元。家政服务在美国我是每个月请人过来，挺贵的。我这个房子一共才1400 square feet， 我请人过来需要170美元一个月，他就来一次。清的也不是说特别干净的，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走了以后我还要自己再打扫一下下。就是在马来西亚我是要请家政的，我想他们每周都来，所以这个家政服务就算他100一个月。交通我应该是 mostly 坐地铁或者是打 Grab， 所以就算他一个月是200美元。娱乐、购物、
咖啡馆、书店买点小东西，一个月算$500好了。医疗保险我应该会去私立的医院，比如说 AIA 或者是 Allianz， 就算它一个月的医疗费是$150，杂费就是手机啊、生活用品啊，乱七八糟的买一些算$200 ，total 总计是$3830，也就是算小4000一个月。如果我想要更节省一点开支，我可能会选择住在 Bankside South， 那边会比 Bankside 中心房租低20%，然后可能会多自己在家做点饭吧，因为食材还是蛮便宜的，只是我很懒，而且我做的饭也不是特别好吃的。还有就是房子你可以长点租，比如说一下子租2年，一下子租1年，这样子会省一点房租，通常会有1个月的免费。就算是我这样大手大脚的过日子，一个月$4000美金的预算，我40岁退休，assuming 我可以活到100岁，那就是再有60年。我们用我们的 FIRE 计算方式来看一下我到底需要多少存款。通常 FIRE 的计算是每年拿出4%你的投资收益来作为生活开销，但是因为我要活太久了，还要再有60年，所以我就算每年拿3.5%的投资收益来生活，这样子可以持续的更久一点。还有就是我的投资，我投很多钱在股票，如果是股票大降的话，我可能会减少一点开支，少旅游这些。我做一个稳妥版的计算，我需要大概2.5个 million，$250万，就可以在吉隆坡舒舒服服的40岁就早退休过日子了。$250万也不少。我之前出的那期视频跟我的好朋友阿棉聊了一下，他在雅比过得也很舒适，所以我下一集就来聊聊东马，住一个超美的海景房，可以每天看着全世界 Top 3最漂亮的日落过日子，这样子的人生每个月要花多少钱？这集看下来，你有没有兴趣搬去西马退休呢？留言告诉我，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感谢我的频道会员张庚、Sam 周、Anna 吴、Jason Cole、Nick 黄、Jerome Mas、MM， 谢谢你们的支持。